有请主持人赵创。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4位情感导师，他们是著名的作家苏秦老师，欢迎苏老师；来自松鼠 AI 1对1的董事长厉浩洋老师，欢迎厉总；著名作家陆琪老师，欢迎陆琪老师；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好了，接下来就看看今天的4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我们结婚那么多年，困难的时候我们都高高兴兴的过来了，怎么现在日子好了，他却变了呢？明明都不是多大的事，我每天在外打拼，他怎么就不能多体谅体谅我？他一家独大的态度真的让我受不了，他从不顾虑我的感受，我也不知道他心底还有没有我，有没有这个家。我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大家庭好，他为什么总是不能理解我呢？有请这对夫妻，有请。武先生50岁，来自成都工程师，有请。李女士44岁，来自成都幼儿园园长，有请李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哈。这基本资料一读就觉得你们不应该站在这儿。幼儿园园长、工程师，结婚也不少年了，对吧？为什么呀？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和原来我们以前结婚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他经常就是出去2、3天都不回家，完全回家全是一副那个大男子主义的状态，然后什么事情也不和我商量，从来不顾及我的感受。哎，所以这个我是最生气的。您这几天不回家去干嘛去了呀？钓鱼，有时候是钓鱼，经常不回家。但是有一次妈妈来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年纪大了，我妈妈都70几岁了，然后离我们家也比较远，我给她打电话，妈妈本来坐车的时候本来就比较晕车，我就给她打电话，就说妈妈来我们家了，她当时在钓鱼，给她打电话。他就说你就照顾呗，你就煮给他吃呗。我说妈妈来，我们是不是你也应该回来？这个事情比较特殊，后来我也给他解释几次，他都不接受。什么事儿？那一次正好的话，我们也是去钓鱼。哦，钓鱼的话呢，是我事业上的伙伴。然后那一次钓鱼就是我组织的我发起的。既然是事业上的伙伴，更理解了。对不住各位，丈母娘来了，回家打点一下。但是他原来不是这样的。理论上我是应该回家的，但是因为是我发起的，然后我们刚到那地方，让丈母娘来了，她又没提前说她要来。如果我突然走的话，肯定是对人家一个不礼貌，第二个不利于我开展工作。你原来不是这样的。我是抱着开展工作去的。你原来你就是都会提前给我打电话，你原来。钓鱼的时候也不是这样，2、3天不回家，也会给我打个电话。但是现在根本就都是我主动给他打电话，你让我心里面怎么想？所以我就觉得那一次妈妈来的时候，他没有回来，我就觉得他就什么都不顾我的感受了。因为我们是做工程项目的，现在是把那个事情要做得多一些，对家里的话，但是原来你钓鱼的时候，你都会把我带上，为什么现在你就不带我了呢？你就这个事情我要说了，就不和。我有几次钓鱼带上他，一到半小时他就要跑回家了，我们一起跑几十100公里，我不可能把你送回去，我再来钓鱼嘛。然后其他的我那些朋友，他老婆孩子都喜欢钓鱼的。他们在一起是乐趣，他跟我一起去一会儿我要回去了，你把我送回去。2次后来我就不要他去了。你有你的爱好，但是我也有我的爱好，但是我的爱好，因为我们四川那边喜欢打麻将。然后我就有时候我就利用周末的时间，我就和我的那个同事朋友打一下麻将，然后他就不高兴了，他就说我打晚了，然后他就不开心，打麻将打到3、4点晚上。不是3、4点还回家呀？您钓鱼2、3天不回家呀？这怎么了？他是这样，对呀，他打麻将打到3、4点影响我休息啊，我是在工地上的，
他如果是影响我休息，我第二天会影响我安全的。哦，那我明白了，就是他最好也别回来了，第二天您上班的时候他再回家，是这意思吧？也不是，不要打得太晚。不是，您这好几天都不回家了，钓个鱼好几天，人家在外面打个麻将一夜不归又算什么呢？就是他幼儿园工作和我那工作性质不一样，我那个就是如果是精神状态不好的话，是中间会出安全事故的。人家打一通宵，行不行？这次没矛盾了吧？还有一次，主持人，我跟你说，他也是早上叫我给他熨衣服，那会儿也是我们幼儿园刚刚开学，因为比较忙，而且我也是幼儿园的一个管理人员，什么事情都必须要我亲力亲为去做。你看人多谦虚，园长人说就是一管理。对，因为那会儿幼儿园确实刚刚开学，比较忙，事情比较多，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搞忘了，就为这个事情他也吼我，真的让我受不了。因为那一次会议是比较重要的一次会议，然后我到了早晨起来，他都没给我烫衬衫。不是，会议那么重要，很重的。为什么不是自己熨呢？我昨天晚上12点才回来，12点回来5分钟衣服就熨完了呀。我都很累了，我就想叫他给我熨一下。但人家也很累啊，他回来再早一些嘛。我还是很辛苦的。行。还有一个更气人的，最让我觉得最受委屈的就是，他头一天跟我说他有几个朋友要来，我说好嘛，朋友来了我们还是很欢迎的。然后我周末的时候我6点过就起来，一个人去买菜，一个人煮饭，弄了一大桌子菜伺候他们的那个朋友这些吃喝。结果呢，朋友走了以后。家里面那个客厅里面全是那个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但是他就在躺在那个沙发上玩手机，刷新闻，从来不帮我。对，你说我好委屈吗？我也上班，我也在工作。是，你不一样。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事情，你就把这个事情自己就做主了。主持人，你说这个事情他真的做的不对。这样的，因为我的家庭比较特殊，我20岁不到，我父亲就去世了。然后我30岁不到，我母亲就去世了。然后我家里3兄妹，我是老大。我下面有2个妹妹。长兄如父。对，从小我们就是相依为命啊，所以我希望我的2个妹妹也能过得好日子啊，也能过得好日子。买房子的话也差不了多少，差20几万。当时我也没跟他商量，我想跟他商量，我怕他不同意。你就怎么知道我不同意啊？然后这个房子我也看上了，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但是借钱你应该要跟我说。对，借钱没给，就是没跟他商量。为啥不跟他说呢？当时我怕他不同意，不同意，然后我这个房子我已经看好。不是你明知他不同意，为什么还要把钱借出去呢？我想这个买房子大事情，我想我因为我妹妹的话，我那个妹妹的儿子大学马上毕业了啊，毕业的话，小伙子你们一个房子里面，你马上可能要交朋友、交女朋友。那不是应该他自己奔的事儿吗？你没有房子，人家谁给你交朋友啊？那不是他自己的事儿吗？我是想，我这个当大哥的，应该是给他把大事情还是帮他做一个主。听懂了啊？长兄如父，下半句呢？长嫂当母呗。对呀，长嫂呢？我当时的确是没有跟他商量。所以你不能拿，但是我怕他不同意。你不能拿这个压，你明明知道他不同意，为什么还要借呢？我就是怕他不同意。
对呀，其实这个，我想的话，这个钱我们要办大房子的话，我们还可以再挣嘛。但是你知道这个挣钱还是很辛苦的。我们带的我们一个女儿嘛，要可以稍晚一点，而且女儿还小一点嘛，要行，可以稍晚一点嘛。所以我想问的问题很简单啊，说的都是一些琐碎的事儿，说的恰恰也是这个年龄层好多家庭面临的现状。有没有想？经常有时候跟他说都不听。有没有想过离婚过自己更舒心的日子，伺候这种臭男人啊？没想过。啊，就是。所以呢？所以我就。所以过着特痛苦，就不知道怎么办，对吧？对。现在应该是特别舒心的时候吧？也不舒心，放飞自我。他有时候也是经常抱怨这样那样的，哎呀，我也。所以钓鱼是80%喜欢，20%还要逃避一下现实生活，是吧？心里还有他吗？有，但是你没有啊！日常生活一钓鱼钓个2、3天，对不对？朋友来了，你能喝多，你不管他。家里所有借钱、经济大事、什么大事，你自己都做主了，没有需要他呀。我没有看到你对他的精神需要和所谓其他的需要啊，没有。但是我觉得我做的事情还是对的。我没有说事情对错，我只是问是不是这样。差不多。所以谢谢您的坦诚啊，这不是这一个家庭的问题，人家很多家庭都是这个问题。人近中年了，男人把自己的妻子看成是一个打理生活那么多年过来习惯的一个熟人，对吧？但是在熟人的背后其实很陌生了，而女性在这个时候可能还在渴望，咱们不说甜蜜如初，对吧？至少你得把我当个人呢，不要把我当成家里一个摆设和静物，对吧？对呀。你们听听老师，看看他们有什么想法，来帮助你们来调整一下，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其实两口子过日子，你说你们俩都在一起。谢谢苏老师，李总，你们攒这个20万要攒多少年？之前我们那会儿很穷的时候攒了很久的，现在这几年好一点了。你们孩子多大？22岁了。那给你们的孩子买房子了吗？就是本来这个钱就是拿来给我女儿准备我。
好，谢谢栗子。来，陆琪老师。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做人呐，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不能飘。你现在呢，真是有点飘。我看到你呢，我倒没想起歌词，我想起另外一首唐诗来，哟，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是孟郊啊，46岁中进士的时候写的。他那个时候中进士，要在长安的大街上游街，整个长安所有的漂亮姑娘都要来看，哇，谁中了进士？他坐马上特别开心，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看的就是那些长安的姑娘。我后来想，他在看长安姑娘的时候，他老婆在干嘛呢？那个陪了他几十年寒窗苦读的那个老婆在哪呢？他就去看尽长安花了。每一个人的心理地位，他一定是随着他的财富啊、事业啊各方面发生变化的，它是一定的。问题在于一个人能不能守住这样的变化。就我们富贵的时候，我不是说要忆苦思甜嘛，至少要想一想当年是谁跟我过的苦日子嘛。那现在好了之后，也不是说我把钱拿回家就好了嘛。当年过苦日子的时候，两个人是怎么情感支撑的？今天我们有了钱，我们就不需要情感支撑了吗？你老婆做园长，园长很辛苦啊，她有没有什么工作上的困难、委屈的事情？你有关心过她吗？我给你的真正的建议，真的不是说啊，我们现在富裕了，你看我钱也回来了，你看我现在的身份地位怎么样？交流，精神的支撑。呵护比以前更加加倍的呵护，这才是你厉害的地方嘛，这才是你春风得意的地方嘛。最后一点，利益输送，不管是给妹妹也好，给他弟弟也好，但凡是给你们家庭之外的利益输送，一定要经过配偶的同意，否则就是侵害共同财产。好好想想。好，就这样，谢谢。谢谢陆琪老师。他们俩跟我爸我妈一模一样。你们在说他的时候，总觉得在说我爸。就像他说，家里面来客人、来朋友了，然后呢，朋友全走了，他往沙发上一躺，然后你开始收拾。我们家也是一样的。我爸来了一帮朋友、兄弟什么的全来了，然后所有的全都喝完一走，我爸上楼了，我妈一人那么大的家，收拾完桌子，收拾客厅，我妈也骂也抱怨。同样的，我爸爸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弟弟妹妹出现了任何的情况，我叔叔和姑姑有任何的家里面需要帮助，我爸二话不说，也不会跟我妈第一时间打招呼，帮完了以后再跟我妈说我帮了弟弟妹妹干了什么事儿，然后我就替我妈跟我爸沟通过这个事儿，我爸给的理由是什么？我是一家之主，我没有不尊重你妈，我是一家之主，我在这个时候必须要做这个决定，我先做了决定，我再告诉他，我曾经跟他争论过这个事儿。但是他给我的理由是，我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他就该听我的。这个我们可能年轻人看来是不对的，这就是不尊重。可是，在他们那一辈人当中，他们的沿袭下来的婚姻模式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包括说到这个钓鱼的问题，就是活自己嘛。我爸爸也是，他有自己的一大堆的业余爱好，他经常活自己，不管我和我妈。可是这不是代表他不爱我们。不是代表他不关心我们，他只是在这个事业的压力之下，他需要有一个放松自己的环境和空间。这是我为像我爸爸这样的男人辩解的一句。但是出现一件什么事儿？我爸爸前几年生病了，癌症。然后我妈妈那么抱怨，那么埋怨，但是在我爸爸生病，我妈从头至尾寸步不离。最难的是他要换那个皂漏袋，那么脏，那么就是我都看不下去。我妈妈一点没有退缩，跟着护士一遍一遍一遍的学。我妈是一个特别胆小、害怕血的人，但是换那个东西是天天要面对暴露在外的肠子，所以她一遍一遍跟护士学，怎么能让我爸不疼，怎么能把这个皂漏袋马上瞬间贴好，不让他受罪，然后保护好他所有的自尊。面子，全部帮他把衣服整理得干干净净。所以我就是在这些事儿和这些点上看到了，
可能我们上一代婚姻的状态和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劝我妈，我说这样的婚姻模式和这样的习惯是改变不了的了。我说那不如转变自己。怎么转变？我们也让自己快乐起来，从另外的一个渠道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式。如果我们改变不了天气的话，那我们就享受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气定神闲啊。我们改变不了环境，我们就享受采菊东篱下的悠然自得。后来我妈就想通了，然后再加上我爸一病，他很多事情就看得开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一代人的婚姻来说，我们不能用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思维模式去硬让你们接受和理解。但是如果接受不了、理解不了，我们就想办法改变自己现在的现状，生活才会发生转变。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3个问题，最后问一下：如果有一天你走不动了，谁会伺候你？老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走不动了，你会要谁伺候你？老婆。如果有一天你老婆走不动了，你也走不动了，你怎么办？子女。如果有一天你走不动了，你会让谁伺候？老公。他会吗？肯定我要教他。一个连衣服都不愿意熨的人，他会吗？肯定我要教他。也就是说，你其实也相信他不会做，对吧？他有些不会做。啊？有些不会做。他不会做是吧？我们俩这个不会不要有歧义啊。我这个会是愿不愿意的意思。他愿不愿意给你做？他愿意。但是在他愿意的前提下，其实他是能力不及，对吗？是这意思吗？是的。多现实啊！那如果你们2口子都不能动了怎么办？进养老院。所以我有时候就说，同样的答案，他是理直气壮。我老婆，压根儿就没有怀疑过说，其实有他老婆做不到。你和你老婆都不行，怎么样？我闺女。我们再看女性的回答，谁呀？我老公。他会吗？他不会，我教他。就在他心里，他觉得你压根儿在他最难的时候，也许你就跑了。他说我们俩都不行的时候怎么办？他说我们进养老院。你自己品品这3个问题的答案，大哥，至少在你们这个家，这个女性比你的境界要高，因为她更多的不是想自己，她都在想别人。她其实没有信心你会照顾她，因为她说的是我会教，敬畏婚姻，中年夫妻敬畏婚姻，给彼此留点颜面，别太得意了，别太飘。接下来时间留给他们自己，一起进入真情60秒。几个嘉宾老师今天这样说了，但是我的态度就是，如果你还是一直不改的话，还是这样大男子主义的话，我真的是过得太累了，我太疲惫了。老婆，其实这几十年一起的话，你还是为家付出了很多。我的话，可能很多时候没顾及到你的感受，我会改。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相信我们未来会更幸福。来吧，看这对夫妻怎么选择。来，站在中间。
请见证。抱一抱，抱一抱，我们拍一下，哎，对，抱一抱，拥抱，好好抱，好好抱。不要逼我想念，不要逼我流泪。啊，请亮灯。大哥，您是多久没抱大嫂了呀？还是经常抱。谢谢两位，请回啊。时光不能倒退，人生不能后悔，爱你在明天。他们之间最少有一点是好的，叫信任。就至少人家老婆没说你不是去钓鱼去了，人家就相信了，就是去钓鱼了。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她的闺蜜总是介入我们的生活里面，挑拨我和她的关系。我觉得她闺蜜这个人有问题。她总是看不惯我的闺蜜，逼我在她和闺蜜之间做选择。她的闺蜜后面越来越过分，可是她还是向着她闺蜜。我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我是真的没办法了。她总是把我闺蜜想得很坏，我夹在他们两个中间也很为难。让我们有请这对嘉宾，有请。男嘉宾小怀，23岁，来自重庆销售，有请小怀。女嘉宾小新，22岁，来自重庆自由职业者，有请小新，有请。欢迎两位啊！听说是一见钟情在一起的是吧？是的。在什么场合一见钟情的呀？就是在我们公司楼下个餐厅，当时我们同事跟我说后面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然后我就去看一下她，我就心动了。然后呢？然后后面还是我自己一个人主动过去找她拿的联系方式。怎么去拿的联系方式呢？就跟她搭讪呗，就是美女加个微信呗。真给了？没有，当时我跟我闺蜜一起的。哦，然后闺蜜说给她吧，给她吧，还是你要给的？闺蜜说她看起来挺老实的。老实孩子敢问人要微信啊？行，就给了。给了之后呢？之后我就在微信上面一直跟她联系嘛。然后后面没过多久，咱们就在一起了，应该有1个多月的时间。就微信里追了1个多月就在一起了。对对。在一起现在有多久？1年多了。今天是因为为闺蜜而来，是吧？对，就是平时她闺蜜跟她关系太要好了，就是好到一种程度是什么呢？就是我跟她约会吧，她闺蜜总像个电灯泡一样从旁边。她也不是每次都去吧，就那段时间她失业了嘛。挺无聊的，然后她希望我带着她玩呗。呀，你的心可真大，姑娘哈。行，咱往下听啊。然后每次约会就是特别尴尬，我觉得吃饭还有什么买些饮料的钱，就是我来付吧。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前面就聊得热火朝天，哎，我在后面就左手钉包，右手加衣服这些，就像个小跟班一样的，还是。所以我觉得你就是想太多了。不是我们2个女生，一般都说一些女生的话题，你插不上嘴很正常。不是我跟你的约会啊，这是不是你跟你的姐妹聚会啊？性质都变了，你这个。这个一开始我还能理解啊，因为毕竟是这么搭讪来的，对吧？有一个闺蜜陪着是为了保护，后面这事儿我也不太理解了。行，除了这个你们约会她去，还有什么让你觉得不开心的？就是我们不是在一起1年多了吧？就是我想跟她用那个情侣头像，但是她跟她那个闺蜜嘛，一直用的是那个姐妹头像啊。然后我说咱们改一下那个情侣头像呗，她说行啊。改了之后没过几天，她闺蜜就电话里面说，哎，你是不是不在乎我们那个姐妹感情了？你有了男朋友过后，你又换头像怎么样的？然后后面她还是不把头像给换回去。不就一个头像吗？还是姐妹头像？哎呀，这个闺蜜在你心目当中的这个地位很重，是吧？这么听下来，对，等于现在你的头像还是闺蜜头像，是吧？就之前我们有一次，我跟她还有她闺蜜还有几个朋友，就我们一起去成都玩。就我当时订的房间是，就是我跟她一间，她闺蜜一间。当天到大半夜了，她闺蜜就像个神经病一样，我跟她已经睡着了，一直在敲门。她说她害怕，然后我跟她就陪她闺蜜，
玩一晚上扑克牌。不是，你就去她闺蜜房间睡了不就得了吗？把房子让出来吗？我觉得我是她男朋友，对不对？我闺蜜她一个小女生，她胆子很小的。以前我跟她去玩的时候，我们都是睡一起的。然后去宾馆的话，还要把那个电视开一晚上，就是不关。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不敢自己睡呗。对。她为什么不找个男朋友呢？没找着嘛。行，就这样了吧？不，我跟你说，她是一个特别双标的人，非常偏袒她闺蜜。就之前吧，她喜欢平时拍了个汉服的照片，然后她说她要给她闺蜜出去拍汉服。我知道了，我说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我跟她说过后，她就跟她闺蜜说，她闺蜜说不行，我就很纳闷啊，凭什么我跟你约会，对吧？你闺蜜也来呀，我也没让你闺蜜不要来呀。当时我闺蜜想的是，我们拍汉服是跟一群汉服圈的人一起去的，然后你又不懂汉服，你去的话可能会忽略你，然后跟你聊什么你也不感兴趣，然后你也插不上话。这是你闺蜜说的吗？我闺蜜也是为她着想啊。这是你闺蜜想的，不是你想的，是吧？我也是这么想的。哦，还有别的吗？孩子，双标就逛商场，你跟她逛街，对，然后就是走到途中的时候，她闺蜜打了个电话进来，就问她在干嘛，然后她说逛街，她闺蜜来，她马上就那种小开心的那感觉还有点，然后后面我们就在商场里面就等她闺蜜等了1个半小时啊，但我就想问，就是我之前公司上班的时候，我叫你5点钟来等我。就因为当天的时候，我因为公司有点事儿，就延迟了1个小时。他说：“哎，我先走了，凭什么你等你闺蜜可以等1个多小时，你等我却不行？”我闺蜜是坐地铁来了，我算了一下时间，刚好1个小时啊。我等你的那天，我等了你半个小时，我在你公司楼下。我当时是低血糖嘛，就是不吃饭会晕的。这个，我这么一琢磨还有点意思啊。就你跟你闺蜜从这男生不适应谈恋爱有一个灯泡。到现在她不仅适应了，还吃醋，你们发现了吗？她在把她自己和你闺蜜做比较。哎，我问你一个特讨厌的问题啊，你闺蜜和你男朋友掉到水里，你先救谁？什么叫我先救谁？我也不会游泳啊。不是，你手里面有一个救生圈，你在岸上，你把救生圈扔给谁？她们2个相对来说，我闺蜜要弱一点，她一个女孩子，而且个子也不高。你会游泳吗？不会啊。完了你，这个开玩笑啊！行了，小伙子，我大概有一个脉络清晰了啊，你可以接着往下吐槽了。就是她闺蜜吧，她闺蜜，还有就是故意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啊？怎么挑拨呢？就是有一次，当时我很清晰的记得，那是我跟她第1次就是约会在电影院。你说好巧不巧，看电影的时候，她闺蜜就受伤了，就把她叫走了。我当时陪我闺蜜去医院的呀，她受伤了，我不得陪着她呀。然后我要跟你去看电影，我能看得安心吗？不是，你闺蜜受多大的伤？就是脚崴了一下。脚崴了一下，她自己不就去医院了吗？所以我就感觉她闺蜜就是在故意的搞破坏，就是她没看去，就是她闺蜜没有跟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对吧？她就也不想让我们2个去看电影，她是安的什么心啊？我就想问啊。那我们不知道啊，就还有其他的现象吗？拿出来我们都听完以后，我们猜一猜。现在一个太孤立了，而且就是我们就是因为看电影这个事儿吧，吵了一架然后后面呢，我就是作为男方，我还是主动提出了道歉，然后我就约她出来吃饭。就当天晚上的时候，她见到我的时候，就态度突然就变得特别的冷。为啥？就是那天我闺蜜跟我说，她去找我闺蜜了。她让我闺蜜离我远一点。不是，她找你闺蜜没毛病啊，我们俩谈恋爱，你老在那碍什么事儿啊？没毛病啊，你应该很高兴啊。我高兴啥呀？那你为什么不高兴呢？我闺蜜差点跟我绝交了。啊，我现在联想那个先救闺蜜，我也能理解了啊，不是重要我根本就没有去找过她闺蜜。而且在生活中，我根本没有她闺蜜的联系方式，没找过。对，你平时就对她态度就不好，你没找过她，你说没找过就没找过。不是我对她态度不好，不是应该的吗？你看她在你的面前说过我的好话吗？一开始说过呀。那后面呢？之前主持人我跟你说，后面你老吵她呀，老跟她吵。就是之前我跟你说，主持人，就我当时看到她手机消息嘛，就是响了，我就看了一下。就看到闺蜜说句什么话，她说你男朋友的占有欲怎么这么强？当时我就觉得挺纳闷的，我说你个闺蜜就说什么话在说些，然后我后面把她手机拿过来看那个聊天记录，我就发现原来前几次我跟她闹矛盾的时候，她闺蜜就一直在旁边劝分不劝和那种。我当时跟你吵了架，我肯定心情不好啊，然后我就跟她诉苦了一下，然后她就
帮我一起吐槽了一下你，然后吐槽完了，可能我就发泄完了就开心了，就舒服了。然后最后我们不是还是和好了吗？不是你吐槽我，你在意我吗？小伙子问你呢，你在意他吗？在意。啊，在意啊！你闺蜜在意他吗？我闺蜜其实挺想跟我们融洽的相处的，但是你们老是有一些矛盾。她闺蜜就是做的最过分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当天她生日，头天的时候我跟公司请假，为了就是陪她过一个好的生日，准备带她去游乐园玩。结果她闺蜜我不知道诱发什么神经病，然后说，哎，我心情不好，就咱们去喝酒吧，就叫她去喝酒。然后晚上8点过的时候，我又催我说你早点回来，别玩太晚。10点过的时候，我又打电话催她，我说你早点回来，别玩太晚。直到12点的时候，我真的太担心她了，因为酒吧嘛，2个女生，我特别担心她。所以我就说，哎，我过来找你吧。后面她把那个地址告诉我，我就过去找他们，就发现他们2个在那酒吧的门口坐着，然后说后面把她闺蜜送回去。结果我把她闺蜜送到他们家门口的时候，她闺蜜抱着她哭，说了一句让我很气愤的话：她以后我要是找男朋友，如果不能接受我闺蜜的，我一定跟这种臭男人分手。我当时心里面在想，这不就指桑骂槐吗？但是我没有发作，我也没有发火。我知道你明天生日，我不想在你面前有任何的情绪。哎呀，委屈死了这小伙子啊！我跟她没谈恋爱之前嘛，我闺蜜就说要找一个能接受闺蜜的男朋友。她这个想法你接受吗？我接受啊。还想接着谈下去吗？行。未来的生活就是有这么一个闺蜜横在这儿，还要谈下去吗？我会接受姑娘。我问的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对吧？当你的朋友影响到你爱情的时候，你选择爱情还是选择朋友？这2个我觉得，现实就是很冲突。你闺蜜看不上她，她看不上你闺蜜，请选一个。我觉得她把我闺蜜当成那种敌人了。我们现在不是在谈一个幻想状态，说当友情和爱情出现冲突的时候怎么办？现实就是这样，你们的友情和爱情之间出现了冲突，让你选择，你会选择你的男朋友还是选择你的闺蜜？我觉得我是愿意相信你的，但是我闺蜜跟我10多年的感情了。你觉得真的有一个闺蜜天天劝自己闺蜜跟自己男朋友分手的吗？她是你闺蜜啊，我觉得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你知道吧？我很多次想当着你的面去说的，但是我顾及你的感受，我很多次都没有说出来，你知道不？但是我问你，为什么你到了现在，你还要偏袒她？你就不能跟我一点多的信任吗？我感觉你全都是信你闺蜜。我觉得你这样做，我没听出来这姑娘不信你啊。因为每次做什么事儿，她都是偏她闺蜜那边。就是我好委屈啊！为什么我们的爱情当中有一个友情，让我那么不舒服？是这意思吧？是。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刚才这个男孩就是最后带着哭腔说这段话，我觉得其实特别心疼啊。但是，我就很奇怪的看这个女孩，她没有太多起伏。就好像是一个陌生的人在讲述一段跟他毫无关系的事情，所以姑娘，我特别建议你今天在这个场上好好厘清一下自己，你是不是真的爱这个男孩？什么是爱情？我觉得爱情就是互相之间可以把对方当成是最重要的那个人，无论你遇到了开心的事儿还是不开心的事儿，首先你会想跟他分享。但你说，哎呀，我这闺蜜从小玩到大，我们都认识10几年了，她就是我的好姐妹儿，我就觉得友情比爱情更重要。那我觉得今天你不妨在这儿狠狠心，咱也别耽误这男孩，因为他确实值得更好的爱情。好，谢谢苏老师。来，李总，姑娘，就是如果让你跟你们俩的爱情满分10分打个分的话，你打多少分？8分吧。那么论你和你闺蜜的感情，你打多少分？也是8分。但是实际上，你在做的每件事里边，你的闺蜜的打分都比她高。一个词叫做稀缺资源，你的稀缺资源给了谁，你给谁打分就高。比如说你的微信头像，这就是稀缺资源，理解吗？你仅有的一个，面对所有的你的朋友、亲戚、
外人接触的一个第一印象，你明显最后闺蜜胜了。你的生日也是稀缺资源，你们大家一起出去玩这也是稀缺资源。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感觉，你的闺蜜应该8分到9分，但是如果她大概腰斩一下吧，4分左右。而且即使这样，我觉得你别说对她不公平，你对你的闺蜜也不公平，因为在他们俩的这场争斗中，你是中间那个受益者，你丝毫没有觉得痛。如果你真的爱她，她痛的时候，你要心跟着痛，你才是爱她。如果你真的爱你闺蜜，你的闺蜜的心痛的时候，你也痛，你才真的是爱闺蜜。但是实际上你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在伤害两边都爱你的人。我也不觉得你闺蜜有多坏，10几年的感情，对吧？她也说她开始还是支持这个男孩，但是你自己没有调理好，说在我的生命中无论如何，未来可能跟我结婚的这个人，他至少应该占6、7成吧。你尽管是我的闺蜜，我们从小长大，我们的友情在我的生命中应该占3、4成吧。如果你都摆好了这个东西，两个人就不会争谁是51%，而你甚至在中间冷漠的看着两个人再去争要你自己，而你很享受这种折磨2个你爱的人的这种感觉。小伙子，我跟你说，教你一招，你去找3个男闺蜜，天天喝酒，就是不理他。如果这么整2个月，他哭爹喊娘的说：“哎呀，你陪陪我吧，我们过过2人世界吧。”我觉得你们的感情还有机会，还可能还值得维系下去。如果那个时候她还跟她的闺蜜继续去过那边的世界，我觉得你就明白了，你在她的心里边就是弃如敝履。说得好，说得好。来，陆琪老师，这个题啊，我可能跟大家意见不太一样。我最大的疑惑是什么？你为什么不可？搞明白了，度的问题啊，我可以把友情放在第1序列，没问题。我的情感连接第1序列是友情，可是你不能有了爱情，你要站着爱情，却不管爱情啊。因为现在的情况是在她男友和她闺蜜出现的时候，根本压根儿她男友没有任何1丝1毫的机会，就是完全置之她不顾，不考虑她任何的感受，所以这就不是一个选择题和比轻重的问题。是她压根儿连参赛的机会都没有，这是姑娘你让我们觉得最可气、最可怕的地方。就你如果不爱，你如果觉得友情重要，好，你说清楚，我现在不需要爱情，可是您不能占着这个坑，然后置之不顾不管吧。所以这是大家会觉得不正常和觉得不理解的地方和点。而且换句话说，你以为就全天下只有你一个人有闺蜜吗？我们都没闺蜜是吗？我们接触了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朋友，没有任何一个女生的闺蜜是做到这样的程度。
你们的世界还不够开阔。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可怕，就是说这个两套说辞的这件事儿。她说她没去找你闺蜜，你闺蜜说她去找她了，这里面肯定有一个人在撒谎。如果是她撒谎，我觉得不可怕，因为她撒谎的话，是她去找了你闺蜜，这是正常的，因为她要维持你们两个人的感情。但如果是你闺蜜撒谎的话，你闺蜜人品有问题，她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闺蜜你敢放在身边吗？我觉得都不要提闺蜜这两个字，是在玷污闺蜜这个词儿。她有真正的设身处地的为你着想过吗？她的目的就是你只许有友情，不可以有爱情。我为你以后不嫁人不结婚了吗？我们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感情作为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那感情，没有问题。但是人要厚道，厚道在于，既然你同时选择了她，你要对她也负责任。闺蜜陪你哭，陪你笑，陪你闹，没问题。闺蜜真正的朋友是什么？随叫随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我永远不会打扰你，不会出现在你的世界。但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叫随到。闺蜜是什么？闺蜜是就算你有了男朋友，冷落了他，她也会为你鼓掌叫好，因为希望你幸福。闺蜜是什么？闺蜜是她知道你所有一切的丑事，但是绝对不会在外人面前把你这些丑事暴露出来，因为她要维护你的面子。她知道你所有得意的事情，但是在你最得意的时候会泼你冷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朋友，但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朋友会做到像你的朋友这样的程度。所以我觉得你需要好好想一想。谢谢。谢谢莎娜老师。我只提醒男孩一点，爱情就两个字，改变。什么叫改变？过去是打手游不打难受，现在是我要这个时候我要不跟他说一个我好想你我难受。其实我觉得爱情，你不管在哪个世界到什么时候，爱情最早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吧。我其实在这一段关系里面，让我一直流汗的就是，似乎我没有看到这个女孩爱上这个男孩的那个改变。两种理解，一种人家性格比较淡然，还有一种或许这个男生真的不适合你。这段话对你同样有用。哎，你以前看到一个女孩长得好看，敢上去要微信吗？不敢。厉害，这就是改变。因为爱，我变得有勇气，对吗？还是那句话，你介意未来看电影的时候，你的女朋友坐在中间，左手是友情，右手是爱情吗？介意。你介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做很多事情，你永远要跟你女朋友的好朋友来比这件事儿，你介意吗？介意。要问您一个问题，现阶段只能在爱情和友情里面选一个第一位和第二位，第一位排什么？我觉得第一位还是闺蜜吧。其实这一年里，我为了你真的改变了很多，就是我希望以后你真的能不要跟你闺蜜联系，不要跟你闺蜜联系。但是我感觉这一年里，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你都没有放在心里面。其实我觉得我应该处理好你们两个的关系，然后让我好好想想吧。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谢谢你们，回去吧。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被骗啊！接下来我们就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了，来，请开门。保鲜剂。有网友向我们提问说，我处了一个对象2年多了，比我大3岁，他离过1次婚，有一个小孩跟他前夫，这些我都知道，也义无反顾的要跟他过了。刚开始父母也反对，也争吵过，可是我一直坚持非他不娶。
爸妈没办法也同意了。我觉得我得到了真爱。可是渐渐的，我发现他只要自己心情不好就随意发火，不管自己对错，从来就是不认错，一副你爱过不过，要不然分手的样子。做什么事儿从来就考虑自己，我该怎么办？他离过1次婚，带孩子，这是他的个人基本条件。那么他随意发脾气，这是他的性格问题。你接受了他的个人基本条件，这不是感情长久的根本。你是否能够包容他的性格，才是你们能够长久的根本。也要奉劝你一句，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接受了他的条件，他就会对你感恩戴德，收敛自己的脾气。脾气这个东西可能是无法改变的，自己好好想想吧。祝福你。再一次的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